好，赖清德今天主持防卫委员会哈，主要是说呢，汉光演习要动员2万个后备军人，要演练城市的韧性。什么意思？就是老共打我们，万一打到城镇了，我们要有城镇战，要能够拖时间，等到老美来救我们，所以要有韧性啊。那什么时候呢？汉光演习呢？7月9号到18号，汉光41号演习搭配这个后备部队的同心35号演习一起所以这次呢寄了2万张教召令，是历史上最多的至少一个老美看看说呢，你可以动员国民兵，我们也可以动员我们的后备兵那另外呢，城镇战，那到时候一打起来躲哪里呢？大卖场它现在地下室也变成一个防空避难所了。另外呢，大卖场到那边去避难台北、台中、台南有9个区就台北、台中、台南的9个区，这个所谓非机敏场所门要打开要模拟俄乌的巷战，加强全民的韧性然后呢，这个台北市这个百货卖场还要引导顾客来避难因为这是万安演习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大卖场在卖场里面呢就地赶快把头低下来那到时候呢，这个人家万一空袭等等呢，在这边要避难那另外呢，说是路透社报道了，说我们在吸取以色列跟乌克兰的经验，所以呢，下礼拜要推新空袭避难指南。什么叫新空袭避难指南呢？就是如果民众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到达避难所，这个时候呢，要躲在2层以上的墙面的后面，同时呢，蹲低身体，微微张口然后呢，去降低气爆。那个炸弹会有那个浪那个这个气浪造成的伤害，对耳膜的伤害等等等等那我们看一下。今年的汉光演习10天9夜，堪称是史上最长，首度结合了城镇战，也新增避难所演练，大卖场就会是选项之一。要唤醒全民国防意识，台湾迎接乌俄和以伊情势。毕竟看看乌俄一打就是3年，地区都陷入城镇战和巷战。但当过国防部副部长的陈永康似乎不看好这 idea。想法是好的但是你先告诉我，如果大卖场停电呢？所以大卖场的紧急发电机要修正我们的所谓的消防安全法，允许它有紧急发电机除油槽，不然到时候市电断掉，卖场也没电。国防部也动员2.2万名后备军人，这次教召堪称史上最大规模。基本上可以看到，刚才谈到日本的，因为日本从这个1976年开始限制1%的这个军费，他们一直想要做一个突破，所以在2022年岸田文雄的内阁把它做一个突破，说2027年要提到2%，其实不用等到2027，今年他们应该就会达到1.8%。就连像看起来是美日共同防御条约这么坚实的日本，都已经开始在做一个战备，自我的战备、自我的要求、自我全球的战略。因为可以看到，美国其实在俄乌战争、在中东或是在任何现在驻韩的战场，都要把美军撤离，这是大家要自立自强的。那台湾在干嘛？台湾现在在做全社会防卫韧性，这个防卫韧性1年的预算是510亿，5510亿，这510亿是等于2个字发财你告诉我，里面的防卫韧性要做什么？这个防卫韧性里面有33个人，只有2个人跟国防有关，一个是国防部长顾立雄，另外一个是国防院的霍守业，其他通通是什么曹兴诚啦，是什么共谍案的吴钊燮啦，然后各式各样的人，然后现在在做，上次在台南做大规模的全社会防卫韧性，500人里面没有任何军方人员。那你今天告诉我7月15号要持续在台中做，然后还要再做这个汉关41跟这个城镇防卫战，那请问这些民防未来是要听国军的，还是要听黑熊的，还是要听红熊的？这大家搞不清楚吗？因为你没有告诉大家510亿怎么让全台湾的防卫韧性，还有现在还有透过外媒讲说没有啦，是大家姿势要改变，要趴着墙，然后嘴巴要张开。
那这叫做什么？511亿需要做到的事情吗？我们在路上，说真的，我们在录影旁边的大楼都可以看到有一些那个柱子上面贴着一个 A4，已经下雨天，都已经很斑驳的，上面写说这个楼梯下去可以当为一个防空锁。你一个说要把大楼当防空锁的一个指引都没有好好做一个牌坐在那边，告诉大家怎么辨识全台湾只要看到这个牌是可以指引，而是一张已经斑驳的 A4 纸。大家觉得511亿有这么好赚吗？有这么好花吗？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511亿接下来在台中办，如果因为511亿宣称40万人，他要做一个动态的疏散，大卖场也好，地下防空也好，然后他要叫这笔钱疏散的经费叫地方政府买单。那地方政府当然觉得说，你不是500多亿吗？那我没有这笔经费啊，我也没这个动员的能量，要中央来统合。结果他说没有，就是你要负责。所以如果连台中的这25万疏散，中央都没有办法协助来让大家做一个避难的话，何况这500亿怎么花？这40万怎么动？赖有成，教召就是教召，罢免就是罢免。演习就是演习，但我们看到民进党非常厉害，就是治国无方，选举很厉害。那把选举那套现在拿来治国呢，就全部把它搅在一起，做成大家知道那个撒尿牛丸，反正全部都弄在一起。但这很恐怖哈。首先这个时间点，刚刚赵大哥特别提到，演习的时间从7月9号到7月18号，不到1个礼拜就刚好什么罢免的时间。罢免前，全台湾最多的教召役男收到2万张的教召通知，大家现在回去滑年轻人每天在用的社群。看到这些脆啊、IG 啊，收到的人现在叫什么？哀鸿遍野。对，这哀鸿遍野不是刚刚那位役男他说的，是他个人觉得哀鸿遍野。请问现在在报税季节，全台湾各行各业缺工缺料，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政府目前只定了一个后备军人教召的一个优惠条例，是给企业补助。有几个餐厅他说他员工一收到1厨2厨，只要少一个，他的店至少7天里面有4天不能营业，因为要符合1例1休。我中小企业门口就缺人，后面要教召，教召是必要的，但是为了选举教召，为了选举动员，完全忽视于百姓民生基层的心声，这是非常的恶劣。那第二个，现在定调叫做国家团结日，摆明叫做什么？这叫做国定杀戮日，用这些教召的名义来针对异己来做铲除，这样的动机非常的明显。那实务层面，我自己内湖南港的选区最多的卖场。我们问问自己的选区民众说，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意外，他就笑说：“请问从内湖开到这个卖场这20分钟，光我们内科上下班的塞车，目前只是缓解，但没有解除。全部的车一起挤到卖场，这所有的配套，请问坐在电脑里面吹冷气房的伟大的民进党政府有想过吗？大卖场里面除了刚刚的水电，还有它的防震系数，以及它所有的配套措施，台北市政府有跟你做好配合吗？”所以以上这东西都是空中楼阁，也看得出来，民进党不是真的想要好好的教召，不是想要真的为了国防，只是为了选举在考量。他现在是7月9号到18号，汉光41号搭配后备军人的同心35号，后备军人7月5号要去报道，他7月9号开始演习，7月5号就要向这个各召训部队完成报道，可能报道以后就放你回家吗？应该不是吧？报道以后可能要一些期前讲习或者什么乱七八糟准备，不同天的啦，不同天数的教授。所以这个当然，像佑成讲没错，现在的确各行各业缺工都缺很严重，人都不够了。到很多餐厅去，都跟我讲，人不够了。你不要看那个位置空的，不是我们没有客人是我们根本不收了，怕到时候服务不好被抱怨。很多餐厅都是这样，很多地方医院啊什么都是来那些。但我觉得他这个政治上面的目的，事实上，你说去把这些人找来，可能会让大家有些人觉得说干嘛把我找去，然后或者有些民怨。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动员的重点，因为我觉得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情绪动员、心理动员。他只要动员到他自己的那一块40%的人，哇！因为对于这个你说教召，你说这个汉光演习所谓何来？那一定是对岸可能会犯台嘛。那对岸犯台再往前延伸就是反中嘛、反共嘛。那反中反共的话呢，在地协力者是谁？那就是在野党嘛，就是最近呢，当然我们待会还会讲到的杂质嘛。那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呢，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说，这是1合2、2合1的敌人。所以对于眼前的目标来说，我认为他这一次把汉光演习拉得特别的长，把教召的人数变得特别的多，其实相当程度的是为了7月底的那一场大罢免，反正本来就要举行汉光演习，你把整个的气氛弄得更加的看起来山雨欲来，看起来更加的慷慨激昂。这个时候对于的民进党的政治动员来说，绝对是
有好处没坏处，我所有事情就是百利而无一害就是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这一次的韩光演习，相当程度是内部的再一次的情绪动员，再一次针对这个大罢免，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刚刚一路讲下来，其实坦白说，我认为他是做给老美看的，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啦哦。我觉得我们谈了那么多的一些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现在地缘政治的状况几乎这个战争的状况一触即发，就是你该结束的没有结束，不该打的都打起来了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在看，除了每一个地缘政治的消长之外，就我们要看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川普的态度是什么，以及美国他的战略啊，尤其如果说你把台湾角色放进去的时候，可能台湾在模拟，不管是相对于以色列也好，相较于伊朗也好，相较于这乌克兰也好，我们在这个状况底下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其实蛮明显的，从乌克兰到这一次的以一，其实川普他是不轻易出兵的。到目前为止说啊，有啊，他帮以色列了，但是很不一样的是，因为以色列跟他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另外是他一出手，他只出手在最后的关键一击，他是马上收手的哦。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你会发现他其实我觉得不要过度的想象或者依赖说美军一定会帮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呢，他才刚刚结束这场战争，他就马上的去对北约施压。然后呢，在过去这段时间，他也不断的要求日本担负起印太第一岛链的责任，所以呢，相当程度你发现呢，增加国防预算，然后呢，必须要自力救济，然后呢，必须要提高你的防卫能力，大概是这段时间来说，美国不断的对他的盟友呢，仔细的再三叮咛的，甚至是严厉的要求的。像这次西班牙，他说不要，他说很简单啊，不要关税加倍。所以这个都是目前美国在对于各个地方施压，同样的对台湾施压也是啊。其实态度你听到民进党在讲，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会有这个什么国家五奖？一方面动员这个罢免，二方面也是演给老美看，然后老美的压力已经大到就是不断的要求我们。甚至那一段就前几天讲到说要把这个在野党这个找来这个总统府听有关于国安的这个相关的报告，这个里头也是要讲到说，哇，我们的国安呢，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对岸谋我甚急，所以我们的军费必须要提高到3%到5%，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哦。所以我觉得整体看起来的话呢，对于台湾来讲，我觉得你不要轻易相信老美，尤其川普这个那么移花的人，而且呢，他对他来说，他这个超级自我感觉良好，对他来说的话呢，其实所有的优先就是他自己优先，别人的话呢，通通都是配角。另外一个就是对台湾来说，我们的政府却是非常的聪明的运用那么一个国际复杂的态势，大家都认为台海是下一个可能战场的时候，就不断的去消费这个部分，不断的进行情绪动员。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台湾的政治会不会陪葬？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关切的另外一个话题。不过还好了，我现在在想想说，还好这个周立伦跟这个黄国昌都没有去听他那个什么国安简报哈。以他这个第一讲什么国家，第二讲团结，把这个跟他意见不同都讲成杂质哈。我看去听那个训大概也不好受哈。好吧，他为什么要搞这个演习啊？说要这次想定是持久战，我一听到这很紧张。什么叫持久啊？要打多久啊？持久要干嘛？对不对？你到底要打这个所谓持久多少叫持久嘛？然后呢是要等老美来还是怎样？他们说这次所有的演习，第一个24小时10天9夜24小时不断操演，那在实战下呢不分昼夜，另外呢这实况演练、实兵演练、实装演练，他说目的干嘛？不是给老美看，目的给纳税人看，你们这些人看，说表示你们的钱没有白花。纳税钱没有白花，我说实话，我也是纳税人，我虽然交了税，我真的希望还是不要打仗比较好了。哪个纳税人希望真的打仗，对不对？就是希望说，哎呀，就是说那是备而不用，最好不要打。真的打起来你看以后大概也没什么钱去纳税了。这个百业萧条，所有建设停顿，还纳什么税啊？现在再回来。好，国民党的主发会这中央了之前基本上比较在地方抓这个抓那个，约谈这个约谈那个，声押这个声押那个。然后呢，昨天有2个主发会好像副主委吧都被约谈了专门委员副主委不过呢无保请回那这已经其实这个专门委员是第2次了那另外呢，周立伦就说呢你们绿营罢免来
蓝营的有158000件错假案办了吗？这158000件里面有很多也有死亡的，也有这个伪造文书的，也有重复去写的，要把第一阶段理论上不能变成第二阶段，第一阶段要剔掉，第一阶段提议人不能变成第二阶段联署人，也都是2-3千这样，在第二阶段都不查，都没事了，不很奇怪吗？这个时候蓝营的那个什么领衔人啊，或是那个召集人，我知道有些还被到诊所调他的病历记录，为什么要看他的笔迹？说这个到底是这个谁写的这个名字，查到这个地步，这几乎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无所不用其极。那对这个绿霸蓝的好像都没事啊，而且蓝霸绿还都没成案，到现在成案是0，根本没有生损害于谁嘛，没有造成谁的这个损害啊，等等都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朱立伦就问说，那这些案子你们办了吗？一件也没办啊，然后呢，罗明才他3个女助理，他还不是罢民进党委员，罢民进党议员，因为人家罢免他那选区也没有立委可以罢，就罢议员，说他联署造假哈，然后呢，这个2个羁押1个交保，我看到底多严重啊？他说初估造假率2.7%，那是很低的，还达2.7%，只有2.7%然后呢，说呢他们3个人说法有差异，所以呢把2个给羁押起来了。这2.7%多少呢？比如说它是第一阶段，还不是第二阶段。比如第一阶段如果3000个人，说每37个人1人有假，37个人有1个，所以造假率2.7%。如果一阶的话，大概就是2-3千嘛，2-3千的2.7%就是我看这可能100都不到吧，如果3000个1%是3330嘛，2.7%才60-70啊，这有多少？这是多伟大多杀人的罪啊！都把它给压起来了那所以呢，这个陈玉珍就说呢，因为他现在在会期当中嘛，会开到8月31号，不能抓立委，就抓助手所以呢，把罗明才的手脚给你砍断，让你在反罢的时候呢，缺少人来这个帮忙那罗明才呢摆出一个这个不同意罢免的这个手势说你来找我们了，你不要去。他说我真的这么十恶不赦吗？每次选举的就抹黑我就亏我就找我麻烦。他说我是亏过谁呢？我是骂过谁呢？我是打过谁呢？为什么这个我是这么十恶不赦吗？把我的助理都给他抓起来了。那另外呢，新竹那边罢团说呢用提升家庭防灾能力，然后呢，他反正发了一堆，我看那个资讯，最后呢，联络的通讯都是罢团，甚至呢还写7月6号要罢免3阶段志工的训练，都假借说我们先去防灾啊等等然后在后面就夹带这些，我们看一下。民进党立委陈莹的罢免联署案，第一阶段就出现了193份的死亡联署。国民党组发会副主委黄碧云、专委李德全25号上午到调查局说明后移送北检，直到晚上9点后请回2人。立委陈莹在大罢免风潮中成为国民党锁定以罢制罢的对象，不过出现死亡联署后遭陈莹告发，这也是检调在侦办国民党的幽灵联署案件头一次火烧进党中央。不过2人是讯后请回，而蓝营则持续的批评检调办案不公，并希望公正审理，还大家清白。来，向龙，那个罢免都是待会交给各位。不过对我们刚刚谈论的部分尤其是因为7月份呢是赖清德所设定的团结约，跟他的演讲是契合的，跟他要进行大罢免的召唤是一致的。那所有你看到的这些军事的动作，我们经常谈演习。那不管是这个纸上谈兵的电脑，我们经常谈演习。可是你应该知道，就是说，在最近不管是在俄乌的战争，或者是在伊朗跟以色列的对轰里面，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所有的演习基本上面都只是做出戏，而做戏的目的是为了吓老百姓。因为真实的战争，今天他教你演习当中的那些的伎俩，什么要扶着墙啊，嘴巴要张开啊。请问你在电视画面当中你看到的，不管是在乌克兰或者是以色列，你有看到有人这样做吗？没有这回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城镇战。城镇战呢，在以色列跟伊朗当中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只有在俄乌战争有可能。可是俄乌战争有城镇战吗？为什么没有？俄乌战争当中呢，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大规模地面作战里面平民伤亡最低的，因为所有在要攻击某个城镇之前，所有的平民全撤走。换句话说呢，我宁可把那个村镇空下来，就是军人之间的对搏的空间，没有什么需要你躲防空警报，除非你坚持就不走，偶尔啦会遇到，但是平民死亡率超低，跟以色列去炸加沙造成大规模的平民呢跟儿童的死亡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以色列在这一次的跟伊朗对轰的过程当中，你听到我们军方说我们准备打持久战。以色列跟伊朗的这种的规格，打11天大家都受不了了。你还要打持久战，你准备持久到什么样的地步？当然你会说，我们隔着海峡，以色列跟伊朗隔着1000多公里啊，那个持久战是你想象。我说许多持久战啊、城镇战啊、躲空袭啊这些的字眼跟的表演，它都只是为了吓老百姓。增加老百姓在面对战争时候的某种恐惧感，而且让你误以为照他那套来操作是有效的。其实那些呢都是很古典的那种的作战形态当中呢有可能出现的，在现代的你看到的这种战争形态里面都没有这种表演的机会。如果你要躲空袭是有意义的，但是躲空袭我就不懂。如果今天我们的军方或者我们的内政部如果要真的训练大家躲空袭是有效，我告诉你有2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第一个就是除了那些防空避难场所的标定之外，只要空袭警报一响，所有防空避难场所呢应该都有明确的闪光的指示灯号。告诉老百姓，不管我在马路上面，或者呢，我从了大楼下来，我到马路上面的时候，我哪里还记得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所在哪里？应该都要有明确的闪光的指示灯指引。这个地方呢可以避难，那个地方可以避难，而每个被指引到的避难场所，你可以说随时避难之外，那些地方都应该有起码24小时的饮水跟食物的储存，常态性的检查。如果你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你起码有在做最基本的人道上面的准备。但是这些呢都没有做。这次的以色列跟伊朗的对轰，以色列的受灾的情况，伊朗受灾的情况，留给台湾2个过去军方呢经常呢在灌输大家的迷思当中，值得台湾去审视的部分。第一个，你听到台湾的军方在做军备采购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说，老共不会打过来，因为台湾是个刺猬岛。什么叫刺猬岛？刺猬岛就是我的防空体系超厉害，你有以色列厉害吗？以色列是地球上面防空体系自认最强的防空神话，他面对的伊朗呢不到2000颗的导弹呢发射不到一半呢，以色列就被轰成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你的防空体系、防空密度，台湾的防空密度我算过，大概只有以色列的1/2，以色列领土是台湾的3/2啊。台湾的防空密度大概只有它的1/2，可是你要知道，你面对的对手，他的就导弹的实力是伊朗的10倍、100倍啊！请问你要怎么跟他玩？海湾海峡最近的距离呢，最宽的距离大概200多公里。大陆呢，光是它的火箭炮的射程呢，都在400-500公里的覆盖范围，精准火箭炮，这个是伊朗办不到的，伊朗都还得要用导弹打。台湾如何去面对到呢？你的防空实力这么弱，可是你的对手的，就是说呢，这种的空战的实力比伊朗强10倍、100倍，你如何防？这个是呢，台湾军方第一个要回答。第二个，你千万不要认为斩首是不可能。你看到以色列。川普呢曾经呢发过2次恫吓伊朗的言，第一个就是说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投降，伊朗无动于衷。第二个就是川普呢暗示就是以色列如果要斩首哈梅内伊，他基本上面呢是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如果斩首是可行的，你认为台湾今天的军方或者台湾的领导阶层，你能够挡得住呢解放军的斩首行动？你们有没有认真在演练这些部分？这比较老百姓去做那些虚假的，把老百姓搞得非常的疲累的，而且带着恫吓性的那种的操演实在多了。真正的操演是在你们这些领导人跟军头的身上，那才是有意义的。你刚刚看到日本的88的反舰飞，88反舰飞弹的射程大概100到130公里，增程到130公里，它平常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用的。88反舰飞弹对台湾是有意义的，日本在做这件事情是有针对性的。88反舰飞弹是专门用来做海峡封锁用的，因为日本的每个海峡距离都很短。包括与那国岛跟台湾中间的这个海峡100公里，88反舰飞弹往岸边一摆的时候，战争的时候呢，是对于呢解放军的船舰是有威慑力的。他当然是意有所指的在做这些的这些军演。我只是说，台湾的所有的军方、台湾的政治人物，你们都把演习当作不是去恫吓阻呢解放军，而是吓阻台湾老百姓的一场的表演。台湾老百姓呢会被你吓到，觉得很可怕，战争快发生了，我们要听赖清德的，我们要听那些呢黑熊的，听曹新成，我们照他那样做。你千万不要照那样做，照他那样做是没有用的，而且他就是希望你害怕。但是解放军会怕吗？我看了只讲笑而已。休息一下再回来。